讨厌，又拿我开玩笑。哟，赵总，你这是金屋藏娇啊？不认识啊？认识，昔日的云端公主谁不认识啊？只是没想到结婚的事闹成这样，你们还能共处一室呢？你这心也太软了吧！明轩，你有朋友来？是啊，给我们去弄点水果，再找一支红酒过来。你知道我的口味，一会儿尝尝我的珍藏。好，不好喝我可不喝啊。对了，我刚来的时候把鞋给弄脏了，帮我擦一下呗。菲儿，我有的时候真的挺佩服你的冷静的，但是你的这个样子，我现在看腻了。今天晚上你去云端住吧，我们两个还有点事情要谈。好。这是什么东西？把我的东西放下。为什么动我的衣服？你的？你说这些衣服哪一件是你的呀？你不过是明轩藏在家里面的一个物品而已，和这些有什么区别？你说的对，就算我是一个物品，至少是摆在家里的，总比你这种及时的货色强。你不会天真的以为在这过夜就是这个家的女主人，有权利处理我的东西吧？其实，昨天被赶出家门的可不是我。我今天就要把这个家给扔了，我要让你看看我可不可以处理这些垃圾。都干什么呢？明轩，明轩，是你让我过来的。看到这些东西我就碍眼，你应该不会反对吧？我不反对啊。你想扔什么就扔呗。也包括他吗？我可不想和他在一个屋檐下。明轩，你什么意思啊？肖尚奇已经被我打得爬不起来了，你觉得像你这种战利品还值得收藏吗？你在赶我走？收拾一下你自己的东西。赵明轩，我要出去吃个早饭。家里面太乱了，希望我回来的时候可以恢复干净。那个女孩让我盯着你收拾东西。你像房子一样防着我，收拾好了，我会让你检查。
需要我帮忙吗？本来想等稳定了再联系你们，没想到这么快就碰上了。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我一直很好奇，能让你和萧尚奇这么流连忘返、乐不思蜀的小城到底什么样子？终于看到了，还不错。你来这儿干什么？萧然，你其实挺恨我的吧？把你和萧尚奇折磨一通，最后还是回到了赵明轩身边。装睡的人，不想再试图叫醒他。很多事情我无力控制，在我一无所有的时候，赵明轩愿意收留我，我只好答应。你知道赵明轩是什么人吗？害死萧尚奇父亲的人。你知道这件事？我何止知道，还是我给通风报信的。可惜，他还是什么都做不了。你和赵明轩到底想干什么？赵明轩不知道我来乌苏，如果我说是我自己要来帮萧尚奇的，你会支持我吗？不会。我知道你们已经分手了，但不至于决裂吧？你们两个之间有什么事情跟我没有任何的关系。你们两个一方拯救对方，一方依靠对方，这种慈善游戏我也不感兴趣。何记者，这是肖总早上的饭。给他吧，正好他要去医院看萧尚奇。嗯，医院。我现在可以出院了，再住一晚，明天出院吧。等会儿何小然还过来给你送饭呢，还着急出院。我说你也不珍惜在医院的好日子，这要等你康复了，人家还会跟着你到家里去照顾你吗？珍惜好时光吧。不用麻烦他了，口是心非。人家都没觉得麻烦。好久不见。怎么这么不小心？都进医院了，这段时间很辛苦吧？你为什么来这里？这个地方是有什么尘非而不得入内的规定吗？怎么一个个都是这个翻译？难怪赵明轩回到扈浦之后，一副旗开得胜的模样。是他把你害成这样的，对不对？我问你为什么来？他是越来越嚣张了。本来我已经不计较名分，委曲求全，可他还是变本加厉地折磨我，看轻我。大概是因为他始终都在意我和你之间那些往事吧。我问你为什么来？来帮你。尚奇，我当初回到赵明轩身边是走投无路。这段时间我看他对付你，我心里从来没有好受过。同样，你觉得他会对作为战利品的我有多呵护吗？在他心里，
我们俩早就捆绑在一起，是他的对立面。我拿到一些东西，我相信我们联手一定可以扳倒他。为什么要帮我？因为我们是一类人，曾经一直抱团取暖，现在又被同样的敌人逼得无路可退，那又何必单打独斗呢？条件是什么？我是有所图，我要重新站在你身边，给我们彼此一个新的机会。你喜欢吴苏，那我就慢慢了解这个城市。我想要在这个有你的地方过安稳日子，可以吗？既然这样，不管你手里有什么，我都不需要。你想要的，我这里没有。另外，我喜欢吴苏这个城市，是因为这里有何小然。可是，他好像对你不怎么感兴趣了。见过他了。小然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陈菲儿会过来。你特意跑来就是为了这件事情？没什么，我就是在季风遇到了菲儿，他说要去看你，我就正好让他把你的早餐送过去了。他这次来吴苏，他的是因为事情其实我不是很想知道，他为什么来，包括你打算怎么帮他，都跟我没有关系。我没打算帮他。肖尚奇，我看你能跑过来，身体应该恢复的差不多了吧？其实我们台里最近挺忙的，事情特别多，那以后医院我就不去了。何小然，难道你在医院里对我那些关心，都是限定期的吗？什么限定期啊？说的怪怪的。我去医院看你，陪你回墓地，都是为了还你救我的人情。我还有稿子要写，先上去了。什么人情？回来了。哎，你今天怎么在家呀？没去医院？哦，干嘛呢？绕脐留到大腿上，减少大脑的供血，这样的话就可以少想烦心事儿。有烦心事，说出来让我高兴高兴。什么烦心事儿？我今天见到陈菲儿了。陈菲儿，她怎么会来啊？阴魂不散的，冲着肖尚奇来的。应该吧。我现在发现啊，没有一个什么所谓的世外桃源能够屏蔽那些你不想见到的人和事。好不容易可以安静的生活了，陈菲儿又来了，肖尚奇又开始跟我解释。所以你不想听他的解释呗？想。陈菲儿一直都知道是赵明轩害了肖尚奇的爸爸，而且当时也是他告诉肖尚奇的。陈菲儿说的？那个时候，肖尚奇什么都不说，就把我一把推开，选择跟陈菲儿并肩作战。现在陈菲儿又把重要的信息给他送过来了。什么呀？怎么阴魂不散？你是在生气还是在吃醋啊？我是突然发现，这段时间去医院照顾肖尚奇，让我差一点就好了伤疤忘了疼，所以我就决定了，
不管他们两个是要同仇敌忾、手拉手一起对付赵明轩，还是怎么样，我都不会再回到3个人的群戏里面去了。可以，我支持你。你怎么又买他们家的牙刷？不是有吗？哦，这次不是牙刷了，冲牙器，我特意买给你的。适合我。我也有一个。哎，对了，你今天难得回来，老隋说晚上我们一起去山上烧烤，顺便看看夜景，一起去吧，求你了。你们天天晚上出去玩，不觉得累吗？我累呀，但是隋明伟就跟打了鸡血一样，天天组局。你们去吧，我不去了。别呀，你是不是担心自己那块疤在他那儿还没结痂儿？No， 我就是今天没心情。好吧，有些时候学着放一放，把这些东西通通交给时间，不要跟自己较劲啊。走了，我还有事儿，你帮我把这个放到楼上，谢了。啊，好好玩。学着交给时间。喂，你自己回家了？你家这冷锅冷灶的，要不我让小莫过去看看你吧？药拿回去了吗？没事，明天让他们把其他东西拿回来就行了。行吧。对，那个陈飞儿怎么处理啊？我跟他办理入住了，也不像是1天2天就要走。他还说手里有赵明轩的证据，但又不肯说是什么。我想办法打听打听。什么都不用做，既然他想住在季风，那就把他当正常顾客对待。行。哎，我多句嘴啊。小然，你得理解他。要不是陈飞儿婚礼，还有后面这一连串的事情，你们怎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啊？这人受过一次伤，他就会变得特别敏感。还有什么呢？就这个，陈飞儿，昨天入住的客人，你不觉得这个名字很眼熟吗？而且，昨天晚上还是林副总给他带回来的。不要随便八卦客人隐私。我想起来了，德聚集团的那场世纪婚礼的，你是说就是那个退婚退的家喻户晓的云端公主？陈小姐，早啊！您昨天晚上休息好了吗？吴苏跟户普还真是不一样，一个堂堂黑松珍酒店的副总，居然和员工嚼舌根。抱歉。对不起啊，陈小姐。你们肖总呢？住哪个房间？你们既然八卦我，就应该知道，是肖尚奇在婚礼上打了新郎，然后带我离开。我和他之间的交情，不用我多说了吧？肖总，他不住在酒店里，他在外面租了房子的。不住酒店，把地址给我。陈小姐，是这样，肖总刚从医院出来，最近在家休养呢，他不太愿意被别人打扰。您要有什么事情，可以随时跟我说。小莫，哎，去通知大家，最近没什么事情，不要去找肖总。好，那我现在去通知大家。林副总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季风酒店的一切事宜我都负责，就不劳烦肖总了吧？我和尚奇之间是很重要的私事，你能负责什么？是
赵明轩的事儿吗？我也可以全权负责的。肖总确实需要休息，如果他想见您的话，自然会跟您联系的。哎，您吃过早餐了吗？季风的早餐品种还挺多的，您要不要去试一试？不用了，收饱了。今天感觉怎么样？按时吃饭了吗？吃了。哎呀，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这病刚好，也不好好休息，还总吃这些没有营养的东西，还没进展吗？我准备去乌苏的搅拌站和附近的混凝土厂看一看，也许有当时修建青山时留下的行贿证据。你就不想问问陈菲儿这2天在季风都干什么了吗？你帮我挡住他，我不想见他。他可没少打听你的事儿，还拉拢人心，让大家觉得你们的关系不一般。要我说呀，他这么攥着证据，无非就是想向你邀功。要不你就使一下美人计，肯定事半功倍。我不想见他的，我也不想见他，更不想和他有任何一丝的瓜葛。行，你威武不屈，富贵不淫，美人不爱。我就是觉得，你这么折腾自己，万一留下病根儿，那何小然到时候不要你怎么办呀？最近和他没联系上呢。行了，你别管我了，你去忙你的吧。啊，我这里还不缺小时工，快去吧。你这么把自己闷在家里没日没夜的查，这又越查越乱。其实我有个工作，我觉得特别适合你。林副总还给我安排工作呢，那我哪敢呀？但是，这当老板的也得体恤一下员工，对不对？你看我现在一个人管着季风，你就帮我分担一点儿。好了，别查了，别查了，你就受累替我跑一趟啊！我在这儿给你做一顿人吃的饭。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行了。去哪儿啊？秀然，下午有事儿吗？没事儿，有新闻要跑啊？不是，老马他跟我说了半天，说是想让你帮着录一个广告口播。让我？对啊，他说这个客户是你们之前大家帮的忠实听众、忠实粉丝，就想听到你的声音，你就当帮他一个忙，顺便挣个外快。那行啊，既然是大家帮的听众，这个忙我肯定得帮。那就这么着啊，我告诉他。刘老师，哎，好久不见。小然，是马主任让我来录个口播。肖总早就到了，你们这个合作关系不错呀，节目都没了，还有这缘分一起录广告呢，是吧，肖总？是季风的广告啊。辛苦了，何记者。肖总不是很多事情要忙吗？怎么有空过来监工一个小广告？我已经出院了，正在休养，所以比较清闲。不过我身体已经没什么大碍了。那就开始吧。陈小姐，我是真的不能告诉您。那好，你不用告诉我肖总住哪，你跟我说说他在乌苏的事吧。啊，护士，哎，你能帮我个忙吗？您怎么了，王阿姨？我想不起来我住哪个病房了。你说我想也想不起来是2病区还是3病区，我忘了。哎，您别急，王阿姨，我带您回去。哎，那谢谢你啊。
没事儿，姑娘，哎，你就别管了啊。我这儿有他的一张房卡，我带他回去啊。哎呀，那谢谢你啊，谢谢。哎呀，你看我这脑子怎么什么也记不住了呢？哎，老孙，你今天不是到肖总家去了吗？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？这你倒是记住了，到肖董家是上个礼拜的事儿。啊，走走走，小心啊。不是今天吗？哪里呀？哎呦，你看我这脑子不糊涂。旅途，终究不过是追求人生意义过程中的短暂逃避，中场休息。遇见你之后，那颗不肯停留的心终于长成了根，无心安处，季风等你。这个词能改一下吗？太拗口了，而且现在谁愿意在广播里面听这种话？我重来一遍吧，重来一遍啊！旅途，终究不过是追求人生意义过程中的短暂逃避，中场休息。笑然，你这感情不太充沛啊，再给点啊！旅途，终究不过是追求人生意义过程中的短暂逃避，中场休息。季风的。停一下，停一下，这边特别不自然。小人再来一遍啊！旅途，终究不过是追求人生意义过程。再来一遍啊，小然。再给点啊！再来一次啊！笑然，你可能要找一下你之前录东西的那种感觉，好吗？我们再来一次啊！肖总，有时间出去聊一下吗？我先出去一下。哎。有意思吗，向尚奇？我也是被林总临时安排过来的，我不知道你会来录这个节目。不过我的确和马主任说了，大家帮大家这个节目对我有不一样的意义。你觉得我会信你？小然，你最近为什么总是避开我？我给你发信息你也没回。老死不相往来是对前任最大的尊重，你不知道吗？我知道。但我们能不能心平气和的沟通？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陈菲儿每次出现，你对我就变了一个态度？我这几天想了很多，问题不在陈飞儿，而是她的出现让我想到了我们两个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。小然，我承认，可能我的一些行为举动，还有一些关系会让你误会，我现在跟你说对不起。但是菲儿的出现，让我想到了。人不能因为一时的情绪就忘记了已经定好的方向。我们两个早就不是同一条路上的人。但如果是谁不小心走错了，那就继续走下去。我明白了。那你先回去吧，我待一会儿就回去。刘老师，刚才不好意思，咱们再来吧。没事儿没事儿，那个肖总走了，但是他留了话，他说如果你实在是不想录，
他同意换人。哎，你刚才跟他说什么了？我感觉他脸色不太好，你不是得罪他了吧？没有，没说什么。我跟你说，这次是马主任安排的，而且他千叮咛万嘱咐，甭管人家提不提意见，都得让你多录几遍，就姿态做足，显得咱们比较重视。刚才不是他一直在这挑刺儿吗？哎，没有，我那不是演的嘛。但是，说句实话，亲爱的，你是不是太长时间没有录东西了？所以就是这个声音状态不是特别好。所以这个口播不是季风那边让我来录的，真是马主任安排的。但我感觉他这次马屁拍在了马腿上。自作多情。你什么时候也开始喜欢摆弄这些花花草草？何笑然倒是一直喜欢，这些粉饰太平的东西，都是假的，根本盖不住现实的虚假和丑陋。陈小姐，到底还是让你给找来了。你故意的吧？怎么哪儿都有你？哎，这你可就不讲道理了。咱们俩可是我先来的，那我还怀疑你是不是跟踪我过来的呢。而且肖尚奇他不在家，现在估计正跟何小然在一起呢，要很晚才回来。你用不着故意刺激我，反正现在我认了门，有的是机会慢慢等他。陈小姐，其实，在适当的时候撤退是及时止损，所以你离开赵明轩是对的。但你有没有想过，肖尚奇为什么不见你啊？还剩2项检查了，就在前面。哎，我怎么在这儿啊？哎呦，我得赶紧回家，我儿子等我吃饭呢。老王，咱就检查个身体，查了就回啊。老孙。哎呦，老孙，我想起来了，我们这不是来体检的吗？那走吧。何医生，老王这个病，他们真的能接受吗？会不会看了那个体检报告，他们反悔啊？您放心吧，我已经联系好了。王阿姨唯独就是无儿无女，没有监护人。不过我已经把我的手机号留给他们了，有事他们会找我的。养老院让你们做一个完整的体检，就是为了对你们的身体做一个评估，以便之后更好的照顾你们。好，那就好呀。这下我们这些人就有着落了啊。不过就是便宜了那个姓赵的，他干了那么多的缺德事儿。我们怎么就拿他没办法呢？是啊，就赶走我们那个坏蛋，电视台不给查了，我们那么多人就白白的被他欺负了嘛。你们放心吧，像他这种人一定会被绳之以法的。这种人早晚会受报应。快去体检吧，就是这儿了。哦，来，就这儿。好。来拿药。你身体现在应该没什么事了吧？你是在关心我吗？你安排孙老他们来体检，其实可以提前告诉我，我可以直接送他们过来。对了，录音的事情，的确是马主任安排的。那天是我误会你了，对不起。你怎么知道赵明轩就要被绳之以法了？菲儿不是拿到了赵明轩的证据吗？你应该很快会反击吧？你是因为这件事，所以才疏远我？你想多了。我没有他的证据，
我在我爸墓前发过誓，他守护的东西，我要一样一样保卫。我知道，他最想守护的，就是我和我哥的人设。我会用我自己的方式，把这件事情查清楚。我不想，也不能把这件事当做一笔交易，不然我和赵明轩有什么区别？还是小孩子好，一个小破玩具就能玩得这么开心。哎，小朋友，你没事吧？漂亮阿姨，对不起。你倒是挺勇敢啊，手都摔伤了，也不哭。我爸爸告诉我，伤口都会好的，不用害怕。怎么啦？刚刚才夸过你勇敢，现在就憋不住了？泡泡水没有了，没有再买啊？我爸爸工作太忙了，没空给我买。那你妈妈呢？我妈妈在很远的地方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太阳。那太阳，阿姨带你找泡泡水，好不好？好。走。佩阿姨，我要挤洗衣液了。好，我们现在把水、洗衣液还有白糖放在一起，然后搅拌搅拌。来试试。叶轩阿姨真棒，还有一股香香的味道。这有什么的？我小时候连个泡泡机都没有，拿个绳子都能玩。厉害吧？对了，太阳，你怎么对这个酒店这么熟悉啊？我看大家都认识你，你还能去后厨拿东西呢。因为这是我家，我和我爸一直住在酒店里。你家员工的孩子，又是一个小肖尚奇。佩阿姨，你认识肖尚奇叔叔？太阳，平时肖尚奇叔叔都在哪里工作呀？阿姨刚刚帮你做了泡泡水，我和尚奇叔叔是朋友，你是不是也应该帮我带我去找他？好。我知道肖尚奇叔叔的办公室在哪，我来过。哎，等一下。糟糕，我爸爸不让我来这里。没事，这个坏叔叔交给我来对付，我不会让你爸爸知道的。陈小姐，这边是办公区域，客人止步的。林副总，我是带我朋友的孩子来找他爸爸的，你不要吓坏小朋友，不然我一定会投诉你的。确定是朋友？这阿姨，他就是我爸爸。
陈小姐，你是来找肖总的吧？这连小孩子都要利用，是不是有点过分了？菲阿姨刚刚帮我修好了泡泡机。听到了吧？我刚帮了你儿子一个忙，你能不能不要为难我了？肖总他不在。林总，你凭什么替肖尚奇做决定？凭什么你认为他心里就真的不在乎我？你对我们的过去了解多少？还是你知道我手里到底有什么？我住在你们这个破酒店，每天吃不好睡不好，就是为了找到他。你是打算替他拦一辈子，还是拦我一辈子？这样吧，给我10分钟，咱们在季风酒店的门口见。来，太阳，今天开不开心呀？晚上爸爸带你去吃好吃的。哎，来了，上车。安全带系一下。要带我去哪儿？这儿是我们乌苏最大的一个市场，那边有一个卖熟食的小贩，每次都多送我好几个炸丸子，还教我怎么煲汤炖猪蹄儿什么的。哎，我特别好奇，像你这种大小姐，那肯定分不清楚长江豆跟四季豆吧？莴笋、白菜、芹菜、菠菜，要不要我到刚刚那儿给你分鲢鱼、鲤鱼、鲫鱼和草鱼？想不到还是买过菜的人啊！你知道吗？比起去超市啊，这儿的人更喜欢到这种市场来买菜。开玩笑吧？肖尚奇也会逛这种地方？对呀。神几人，乌烟瘴气的。你要是在这儿生活一段时间啊，你也会来这儿买菜的。浪费时间。平时说你是赔钱货，你还不高兴？你看我打死你！混账东西！从小到大，你们给过我什么？就连我费尽心力得到的，你们都要来毁。要钱没有，把我逼急了，大不了鱼死网破。你嫁给我，不就是要切断那些不好的过往？想吃糖葫芦呀？我不吃，脏死了，黏糊糊的。妞，这个怎么卖啊？10元一个。好了，给。说了我不要。尝尝嘛，我有湿纸巾，一会儿给你擦手。其实你这次来，不是为了帮肖尚奇的吧？你别胡说，难道肖尚奇没有和你说，是我告诉他是赵明轩害死他爸的？我一直都和他站在一边。这件事情我知道，但你说站队，是你有意的吧？所以你才告诉肖尚奇，想让他欠你一份人情。你看你这次来，说是拿着能扳倒赵明轩的证据，但我问了你几次，你都不肯拿出来，是想让肖尚奇开口求你吧？你希望他拿人手短，这样就不会撇下你。他亏欠你的，就会把你留在身边，
你就有机会和他重新发展，对吗？原来忙活这么一天，为的是我手里的东西啊！你是不是觉得所有人都会像你一样，心里得装着一个计算机才能活着？我忙活这一天，带你看看这座小城的烟火气。我是想告诉你，何小然跟肖尚奇他们能走到这一步，这不是靠着交易得来的。他们在这儿吃过的每一顿饭，走过的每一条路，生活过的每一天，这都不是先谈好条件、想好后果的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那天你说那些花花草草啊，是粉饰太平的虚假，可你知道这些东西在肖尚奇心里，这是他最在意的真实。还是那个问题，你知道肖尚奇他为什么不肯见你？因为他绝对不会拿感情做交易的。刚才我听太阳说，他妈妈好像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他了吧？一个被甩了的单亲爸爸，就别在这指指点点。我累了，先回去。李慧，郑杰，我是这家音乐公司的制作人，之前就听说过你，也在网上听过你那首《会》，很欣赏你的才华，想跟你签约。就因为那首《会》，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。上个礼拜你不还在这演出了吗？但是我的演出被取消了。李慧啊，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，你就是我要找的音乐人。那天幸好我回来拿东西，要不然可就错过你这个明日之星了。你的音乐啊，具有非常优秀的流行性，一旦做出来，肯定受欢迎。当然，咱们今天第一次见面，可以再多考虑考虑，好吗？我考虑一下。好。那个肖尚奇是在跟你证明，他已经不是那个永远要当陈菲儿救命稻草的肖尚奇了。你说他是不是想和你重归于好啊？他只是要守护对他父亲的承诺，不以自己为条件去交换任何的东西。看来他已经振作起来了，我为他高兴。陈菲儿会不会是在虚张声势？你俩能不能认真点？要我说，明天还是去桌游店吧，这太没游戏体验感了。明天我不去啊，我有事儿。什么事儿？我一直没和你们说，那天我们在豪哥那儿的时候，有个音乐制作人听到我唱歌了，然后就想和我签约，一块做音乐。真的？那挺好啊。签约？什么意思啊？那你以后还有空陪我混了吗？你是巨婴吗？你是每天没有办法一个人进食过马路生活了吗？我就算不签约，我也快受不了了。管我签不签约？我是想让你想明白点儿，别着急把自己卖。我想得很明白，谢谢你。来，继续，赶紧。啊，是吗？嗯。3、耶，回家。慧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今天哥们儿带你去个好地儿，新区那块新开一个卡丁车馆。我不去了，我约了杰哥谈事情。哎，不是，他有这么迫不及待，天天找你？杰哥欣赏姐的才华，这有问题吗？慧姐，我觉得吧，这不是一个小事儿，咱们得从长计议。再说，你看今天这天多好呀，多适合开卡丁车。那走吧。老隋，我知道你一时半会儿那个劲儿还没过去，但你也不能一直这样下去吧？你是怕我签了公司以后，就没空每天陪你一起瞎混了，是吗？但我也有我要做的事情啊。做音乐一直是我的梦想，你知道的，我肯定会踏出这一步的。是朋友就不要说风凉话了。走了。我不是那意思。
陈小姐，你这怎么？季风的菜吃腻了，换换口味不行啊？不是，我是说，你要是想吃包子的话，每个星期五晚上咱们季风后厨有员工福利，我包的比这个好吃。爱吃牛肉大葱馅吗？谁要吃你包的了？我已经收拾好行李，退好房了。你要回滬浦了？我去哪儿，你管得着吗？爸爸，费阿姨，慢一点，慢一点。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？哦，刚才幼儿园老师打电话过来，你不在酒店，说他们班好几个小朋友出现呕吐症状，怕是诺如病毒，所以就让孩子先回家。那你下午就跟我在酒店待着了？走，跟我去办公室吧。今天徐阿姨正好有事请假。没事，要不我找个调岁同事照顾她。太阳，我陪你玩好不好？好啊，我想跟费阿姨玩。你不是退房了吗？这几天多亏你照顾，我以德报怨。走吧，太阳。走。走吧。费阿姨，我来教你。先画一个字母 R， 把它连起来，画上脸、鼻子、嘴巴、眼睛、头发。好看吗？好看。太阳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我爸爸给我做的照片书。我爸爸说小孩没记忆，所以就给我记下来了。对了，费阿姨，你还记得你小时候的事吗？小时候的事，我巴不得都忘了呢。小屁孩的事儿有什么意思？费阿姨，我不认识这里面的字，你能给我念吗？今天晚上酒店太忙了，给太阳洗完澡、吃完奶，没有按照睡眠程序带他睡觉，反而把他丢在儿童中心自己玩。儿子兴奋了1个小时后，又困又饿，大哭了10几分钟。这是他第一次这么哭，很心疼，很自责。今天给太阳加了第1种水果，大苹果，怕不好消化，还蒸了5分钟。因为是水果，没有搅拌到米粉里，也不能冷冻，只留下1盒下午吃。太阳的表情告诉我，好酸。太阳最近特别喜欢一本叫《小波去农场》的绘本，每一页的动物他都认得出来。哭闹的时候，只要说去找小波，他就停止了。带太阳去吃饺子，他舔了一口辣炒花蛤，咂巴了半天味道，还问我能不能用纸擦擦舌头。太阳的第1个理想是要当火车司机，这我得给他记下来。太阳今天上幼儿园了，儿子要长大了。每天早上决定给儿子穿哪件衣服，真是比任何工作都难呀。今天太阳第1次问起妈妈的事情，我告诉他，所有的幸福的东西都是妈妈用爱发射来的。儿子，其实感知幸福是一种很棒的能力，这既不是运气，也不是命运，总有一天，你自己就能创造出来。晚上打起精神来啊！林副总，你看，德剧公子与神秘女子国外幽会，疑似走出情伤。这陈小姐啊，虽然在婚礼上2个男人为她大打出手，可你看最后，
还是竹篮打水。这样，给他办延住吧，房费就挂到我个人账上。等会儿去给他送房卡的时候，跟他说咱们酒店有住送3的活动，啊。可是他不是要回滹浦吗？他要是真想回滹浦，干嘛还主动答应陪太阳呢？我看他是没地方去了。这么说，他最近好像是没去餐厅点餐，估计手头里的钱不多了吧？行，按我说的办啊。行。臭小子，跟你爹一样费鞋，又得给你买新鞋了。来这么早呀？我是刚开始做，等包子好还得好一会儿呢。我跟你说啊，你可别小看我这门手艺，这可是季风最留人的员工福利了。你会包吗？没想到手还挺巧。这本来就是我们女人干的活。什么意思啊？性别歧视是不是？现在这个世界上哪还有什么事情是男人绝对做不了的？哦，也没有什么女人绝对做不了的事儿。就拿我说吧，当时我一个人拉扯太阳，他好像还不到1岁呢。那会儿，尿布、奶粉、婴儿用品，我真是什么都不懂，一窍不通。现在，我发现了，这个社会，网络跟科技简直是2大利器。男人当妈没什么不可能。那是，林妈。还没谢谢你呢。上次你给太阳搭配衣服。对了，那往后你打算怎么样？怎么？这是当妈当到我头上了，还是想给你儿子找个造型顾问？没有，我就这么随口一问。就是前几天，突然看见赵明轩新闻了。那个不奇怪吧？反正除了他，以后也会有陈菲儿3号、4号。不过，说实话，我好看还是他好看？你比他好的地方，不只是好看。我刚才蒸的包子好像好了，我去看看。
过来尝尝，热的暖胃，快！小心烫。怎么样？小时候，我最馋的，就是我妈做的牛肉大葱包子。可是只有我弟想吃的时候，她才会做。而且一次，我只能吃一个，吃多了胖了，就没人要。以后包子在我这儿，管够。喂，这么晚了你还在混赌场啊？那我让小莫去接你吧。好。是肖尚奇。啊，最近没日没夜的查赵明轩的那些项目。这几天，他把无苏的混土站跟搅拌站都跑了个遍。哎呀，仗着自己年轻，也不好好休息。啊，让我见他一面吧。我是听到他秘书说，这才是那2个项目的原始资料，公司里的是假的。赵明轩把这2份资料锁在保险箱里，我走的时候时间紧，只拍到几张，所以肯定是不全的。那倒没关系，这只要有了目标，就不至于大海捞针了。为什么？我真的挺喜欢乌苏的，我想在这儿重新开始。不用担心，是我自己一个人在这儿重新开始。肖尚奇，你知道我的，这么多年我都是算好了每一步才走，但到了乌苏才发现，步步为营真的少了很多惊喜。现在才知道，幸福是一种能力，不靠命运，不靠幸运，更不靠交易。所以我就想试试，带着未知往前走，能不能得到我想要的？谢谢。那我就先走了。我去安排2个可靠的人去户部查一查。不用了，我知道谁更适合做这件事。哥，小倩，我现在知道你杀了他的心都有，但是我们都得冷静。这个连证据都算不上，我们应该马上商量一下，之后该怎么做。你让我想一想。这个胸针是云岚10周年庆典的时候，咱们俩第一次穿西装，爸送给咱们的。爸之前问起来，你还说丢了，没想到还在啊。在我心里，他曾经弄丢过，但现在我把他找回来了。哥，我们要保住云岚。好。明轩，我想跟你谈一谈。现在云岚我占股最多，我说了算。我请你放我一马，行吗？
赵明轩，我不会放过你的！赵总，你别误会，他来可不是跟我兴师问罪的，他是来求我赏口饭吃。小姐，你等着，我不会让你们两个糟蹋我爸的事业。好，那从今往后就桥归桥，路归路，我们用各自的方式守护爸的遗愿，行吗？你们兄弟俩这出戏演得真够精彩的。之前布下的局，终于要派上用场了。接下来会是场硬仗。放心吧，只要你们兄弟一条心，一定能力挽狂澜。我出去透透气。萧然，一起喝杯咖啡吧。好啊。来看那几个老人。证据我已经交给肖尚奇了。何萧然，这次我是真的放手了。对了，你还记得高中的时候我们去山里徒步看日出的事吗？当时你们为了拿第一跑得特别快，我怎么也追不上，后来摔了一跤，膝盖磕破了，才罢休，停下来扶我。我们当时还成立了一个伤兵营，最后一名上了山。想说什么？其实步伐一致，一直往前走的人，只有你们两个，而我停在原地，早就跟不上你们了。所以现在开始，我决定走自己的路。不信啊？不是，你能这么想，我也为你高兴。得了吧，你高兴的，不是因为我退出了，你和肖尚奇终于能圆满复合了。我们两个之间的问题，跟你在中间没有关系。反正你喜欢他这么久，我不信你能这么轻易放下。是啊，之前因为你们两个，我离开户浦来到这儿，那个时候真的是有些不甘心，也一直想要有个结果。喜欢了他那么多年，分手的时候，不过这次重逢，遇到了很多的事情，我也在想啊，爱情可能不是非得两个人一定要在一起才算是结果吧？那还能有什么结果？这段感情我不想要了，不想再重蹈覆辙了，这就是我的结果。谢谢你的咖啡，我会太热。但你俩重逢以后，我没少和你聊你的想法。这是你第一次这么清楚地给出了一个否定的答案，要这么决绝吗？你也觉得我放不下？陈菲儿也这么说。她一说，我才发现啊，原来这么多年来，我一直没有放下的一件事情，就是喜欢肖尚奇这件事。但是对于肖尚奇而言，不过就是在一起了几个月的恋爱对象罢了，一旦遇到事情，随时都可以放开我的手。而且我们两个的感情本身就不在一个起跑线上，所以就算这次和好了，下一次再遇到问题，他还是一样会推开我。
我不想再重复了。进。谢谢。陈菲儿把东西给你的事儿，要不要跟何小然说呀？他应该已经知道了。没事儿，等扳倒赵明轩，一切都结束了，再好好的重新把他追回来吧。事情可能很快就要结束了，但人未必追得回来。当时的你，以当时的环境、周围的因素，也只有这一种选择。再来一次的话，我不管付出什么代价，都绝对不会放手的。菲儿已经把重要的线索交给他了，相信一切很快就会水落石出。到时候我们就各归各位，大家井水不犯河水。也许以后再遇到的时候会打个招呼，也可能再遇到什么问题也会互相帮忙，但是在感情上，我们俩应该不可能了。我天，听着太凄凉了。这叫清爽。我要往前走了，往前看。挺好的。你呢？合同签了？签了。告诉老隋了吗？哎，不用管他。看这公司的规模，应该挺靠谱的。咱们慧姐今天呢，情绪特别高涨，感觉天气都好了一些。哎呀，不要拍了，拍什么呢？给你录个 vlog 啊，等你出名了，今天就是你踏上星途的第一天。哎，你可不要对我抱有那种幻想啊！我这次只想踏踏实实的做音乐，别的不考虑。你可千万不要发给某些人啊！隋明伟他也是担心你，这个年头靠这个行骗人多了去了，他多了解一点就少担心一点。今晚一起吃饭，跟我们讲讲你今天的细节，让我们也开开眼。你们俩呀，挺好的，感觉像回到了小时候。开头不错，走了。我们公司还可以吧？虽然现在规模还不大，但是啊，我相信只要有了你这个明日之星啊，一定会马上走入正轨。来看看这边，这边就是我们的休息室、吧台，还有我们平时排练的地方。慧姐，来，我来介绍啊，这位可是我们公司的头牌编曲。一听说我签约了你，马上就跟我叨叨要跟你合作啊。李慧，好，这样挺好，太高兴见到你了。我听过你的会，我老早就喜欢你了。谢谢。哎，对了，慧姐，你还有什么新歌没有？咱们挑几首出来，弄几个作品，好不好 ？OK 不？全力支持，全力支持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咱们慧姐今天呢，情绪特别高涨，感觉天气都好了一些。哎呀，不要拍了，拍什么呢？给你录 vlog。你好，小吉，放首歌。来了，为你准备了你喜欢的歌曲。我说你不上班，你跑这儿来干什么？我在想去哪玩呢？一会儿，要不你跟我一块儿吧？我的大少爷，你不干，我不干，咱们香氛厂就团灭了。真没劲，陪玩的人都找不着。就知道玩儿。哎，你那个季度规划交了没有？还有你研发的那个什么玩意儿，到底什么时候才有结果？我没有什么钱给你烧了。
这感情没结果，产品得有点结果呀。投放市场，给我的失恋做个纪念。我跟你说啊，你照片里面的这几个项目确实都是赵明轩主导的，但是都是碎片化的内容，信息也是零星的，数字部分也特别模糊。你要想拼凑出有效信息是特别难的。但是我找人处理了一下数字，一个关键的信息就浮现出来了。照片里利和这个项目绝对有问题，采购数字太庞大了。哥，你想办法从德局内部挖挖看，这偷工减料只是表象之一，钱去了哪里才是最关键的问题。怎么是你啊？云兰的人在这干什么？老魏呢？田总啊，见你一面不容易，那我就直说了。赵明轩把德聚搞得乌烟瘴气，这样下去，德聚可走不远。现在真的是谁都可以对德聚指手画脚了吗？赵明轩上任，您日子过得也不舒服吧？我舒不舒服，有你一个外人插嘴的份儿吗？赵明轩对你们这些德聚的元老处处设限，提防得很紧。其实他一直在找时机把你们踢出德聚，但这个踢不简简单单的是卸任。这些情况魏总已经很清楚了，难道您还不清楚吗？老魏是你的人。听魏总说，您跟过利和的项目。我父亲的死另有隐情，他掌握了赵明轩在青山偷工减料的证据，青山已经被赵明轩处理，但是我们手中掌握的资料，一切都指向了利和。利和不可能的呀，利和是我亲自做的。不会吧？这小子不会在哪儿阴了我吧？利和和青山有许多相似之处，投资巨大，利润是负数。您就没想过他有可能绕过您做了些什么？田总，跟我们一起查吧，否则赵明轩的事情揭露之后，您恐怕摘不干净。那你们想让我怎么做呀？重新核查利和的各项资料。可是，我也只能查到一部分的数据资料。我知道，数据确实很散，我们也在松动其他的人。但在这个过程，我发现德聚的内部许多人已经对他不满，这对我们来说是好消息。但是据我所知，利和并没有什么特别加密的内容啊。那就整体重新再看一遍，一定会有新的发现的。田总说了，他对当时的合同价格有印象，答应我们可以把资料从系统里面调出来，也可以从供应商入手，了解一下当时的材料均价。小杰，我认为我们离真相不远了。进。怎么样？还顺利吗？孙老和王阿姨已经搬退房了，何小然正带他们去新养老院呢。去看看。好了，哎，走吧。哎呦，肖总，肖总，这段时间谢谢你的照顾啊。那出发吧。不用了，你忙你的，我带他们过去就行了。没事，前阵子有点忙，对新的养老院情况也不了解，正好过去看看。你什么时候对这个也这么关心了？我是做错过事，但总有改正的机会吧。我当时也就那么一说，那没想到何记者就说服他们接收我们俩。我也只是把事情的来龙去脉给说清楚了而已。行，那走吧。好。哎，走吧。哎。好，走。这是咱们养老院呢专门为老人提供的，用它洗完衣服味道更好，您呀睡得更香了呢。
这味道真好闻，还很熟悉的。以前我家里也是这个味道。是吗？那就更有家的感觉啦。小姐姐，咱们加个微信吧，以后王阿姨有什么事情你都可以找我。那我扫你吧。啊，好。你是他女儿吧？你不是他家人啊？哎，给我！哎呦，我找了好久了，原来在这儿。我基本上都安顿好了啊。何姐这给我们找的地方真不错啊。那你们慢慢聊，我先走了。谢谢，老王啊，拜拜。下面有一个大花园，我待会儿陪你去转转。阿文，小美没来啊？你又糊涂了，他不是你儿子，他是肖总。哎呀，什么总啊？我儿子是挺有出息，可离当总还远着点儿。哎，阿文啊，是不是最近太忙了，没好好吃饭？你看都瘦了啊！走，妈带你去吃点点心。走。他一看这照片就犯糊涂，他儿子以前在滬浦打拼，好像也是干酒店这一行的，也发了一身财，结果搞得风生水起的时候，人没了。你看看，这白发人送黑发人，谁扛得住啊？谢谢。这还有啊，来，你吃。够了，一个够了。多吃一点，你太瘦了你。到这就糊涂了。小美，你回来啦？哎呦，怎么越说越热闹？他又把你当成他儿子的女朋友了。那姑娘啊，儿子死了以后就没有了联系。小美，哎呀，阿文啊，你们什么时候结婚啊？阿姨，我们不是快了。哎，太好了，哎，抓紧啊！哎，我又搬家了吗？哎，你们住哪儿？他们回家住，我留下来陪你。哦，对，这儿是养老院。我们阿文啊，太忙了，一把年纪了才找到小美这么个好姑娘。你们忙去吧，有空多来看看妈啊。那我们走了。哎，阿姨再见。好好休息啊。哎，老王啊，待会儿我陪你到花园里边去转转啊。知道你是想哄老人开心，但我觉得真的没那个必要吧。知道是哄，干嘛还这么较劲啊？你可是那个为了无儿无女的王阿姨能入住，愿意给她当监护人的正义记者。那么一样。对了，菲儿给的线索查得怎么样了？我们已经掌握了那个项目的内部数据，赵明轩做的再隐蔽，只要我们查得够仔细，一定会发现漏洞。终于要结束了。是啊，终于要结束了，这样才能全心全意做另一件事了。什么事？吃饭吗？不了，我约了人。谁啊？哎，他怎么也来了？谁要的？没见过蹭饭蹭得这么理直气壮的啊！你俩难道没有，什么都没有，以后也不会有。以后的事谁会知道呢？所有的事到最后结果都会是好的，如果不好，那就说明还没到最后。小然，我不认为我们之间已经结束了，现在说结果还太早。爱情可能不是非得两个人一定要在一起才算是结果吧？那还能有什么结果？这段感情我不想要了，不想再重蹈覆辙了，这就是我的结果。哎呀，行了，
你俩的事儿你俩私下聊去吧。你看看还想吃点什么，随便点。今天我请客。好，签约了就是豪气啊。那签约了。嗯，根本就不靠谱，小作坊，签约金到现在还没给呢。知道有人看不惯，不聊这个行吗？谁管你闲事啊？从明天开始我就要忙起来了，我要把我的助眠香氛送进商场里了。要上市了？嗯，厉害啊！祝你大卖。恭喜隋总。隋总。赵总，利和所有的核心数据都已经被访问导出了，这是所有登录访问的员工 ID。彩阳，飞阿姨，你在干嘛呀？他说着火了，这个消防员就过来了。哪里？哦，这里。我是消防员，你是谁？我是厨师啊，我的铺子着火了，快来救我呀！飞阿姨，你是做什么的？厨师啊。我爸爸是经理，肖尚奇叔叔是肖总，肖阿姨是记者。那你是谁？天天陪我在酒店里玩，我想让我爸爸跟你一样。这是哪个小家伙？爸爸啊！一到周末就乱跑，快去找孟爷爷吃饭去。谢谢你啊。我想请问一下，你会做简历吗？这你可就问对人了。你坐，来，坐。我给你看几个网站啊，你看，这个网站上都是模板，然后你可以按你要应聘的岗位去选择，比如说这儿有管理岗的，有金融行业的，这个是教育类的。我觉得这还挺好看的，蓝色的，整个模板还比较简洁，比较干净的。哎，陈小姐，这么早吃早餐去吗？面试。昨天刚发的，今天就有面试啊？你就这么去吗？怎么了吗？简历多带几份，有几个面试官就给几份，自己手里也留一份，这样他们问到什么问题，心里也有底。一般会让你先做自我介绍，尽量说一些简历上没有的，放轻松就好了。你还真唠叨。我要是不拦下来，那今天的面试呢，说不定就黄了。哦对，再带支笔，万一有什么临场考试呢？怎么感动了呢？你呀，就像送孩子参加高考的妈一样。是吗？这就够了呀？我还没想好太阳到时候高考的时候我怎么办呢？走啊。放轻松啊。